师尊，您真要将师姐体内的灵骨挖出来给我吗？当然，唯有蓝青身上这与生俱来的灵骨，才能让你踏上修行之路。师姐，你快投降吧，我真的想赢。师尊总是偏心于你，今日我一定要在揽这大比上证明自己的实力。凌天剑是师尊的本命灵剑，为什么当初师尊你受反噬，是我去极寒之地寻来万年冰莲，师妹你经脉受损，是我用自己的心头血为你温养了整整3年，我尽心竭力服侍你们5年，换来的就是你们的背叛和残害吗？蓝青，挖出灵骨并不会有性命之忧，本尊会将你送入凡人国度，许你一世荣华。作为补偿，本尊得空之时会下山看你。师姐，虽然我真的很离不开师尊，但我愿意让师尊偶尔去看望你的。长渊，你该不会将我对你的尊师重道当成了喜欢吧？你以为谁都是季扶摇那种不要脸的人吗？好美，师尊，快把它给我！扶摇，快融合它。蓝青，待你伤好，本尊便下山陪你共度凡尘。长渊，季扶摇，你们想要我的灵骨，想要我成全你们，做梦！自保丹田，真是不知死活。我没死，那股撕心裂肺的痛楚，难道是一场梦？不对，那是真实发生过的。快，宗门大喜啊！长渊剑尊出关了，今日就是你正式拜师的大日子，宗主和长老们都在大殿等你呢。拜师大殿，我竟然回到了5年前，正式拜入长渊门下的这一天。长渊，季扶摇，前世你们欠我的，这一世我要你们1000倍100倍的还回来。沈长老，前世唯一一个肯为我仗义直言的人，可惜我前世眼瞎心盲，错付了人。长渊啊，你且看看，这便是5年前那一批弟子中资质最为逆天的一个玉兰青。今天灵根天赋高达9成9，与你当年简直如出一辙。登天梯的考验中，他也是遥遥领先，拔得头筹。这玉兰青真是天大的造化，苦等5年，终于等来长渊剑尊出关。是啊，今日过后，他便是东周第1剑尊的唯一亲传弟子，前途不可限量。长渊，你伤势痊愈，顺利出关，有天此等绝佳苗子，正可谓双喜临门。7日后便举行收徒典礼，将这天大的好消息昭告天下，如何？收徒典礼于7日后举行，我并无异议。不过，我要收的弟子另有一人。另有一人？这批新弟子里还有能入剑尊法眼的好苗子。走在最前面的那几个资质平平啊，与玉兰青相比，简直云泥之别。果然，前世我不明白为什么一个废物能让所有人破格对待，现在懂了，那张脸怕是大有文章。也好，既然长渊你还有看中的苗子，那便一同收入门下。她们师姐妹2人日后在峰内也好有个伴。蓝青丫头还愣着干什么？快上前些，你还未正式拜见长渊剑尊呢。还不快快跪下敬茶，这可是天大的机缘。弟子玉兰青见过长渊剑尊。今时不同往日，你应当唤长渊一声师尊才是。快重新行大礼！自是有几分天赋，便敢在我面前耍性子，是因为我多收了一个扶摇，在这里争风吃醋吗？这种把戏我见得多了。禀宗主，众位长老，弟子不想拜长渊剑尊为师。什么？我没听错吧？这丫头是不是疯了？这可是东周剑道第1人长渊剑尊呢！
多少人挤破脑袋都求不来的福分。唉，天才嘛，总归是有些傲气的。他这单今天灵根，哪里肯跟一个水镜里登梯都费劲的平起平坐？这是在拿借口逼长渊剑尊低头呢。玉兰清，你可知道你在说什么？想用拒绝拜师来逼迫我改口只收他一人，简直是不知好歹。我倒要看看你这出戏怎么唱下去。宗主，弟子记得5年前于登天梯上拔得头筹，第一个踏入这问道峰大殿时，您曾亲口许诺，您说弟子可择这大殿内任意一人为师，不知如今这承诺可还作数？自是作数的，本宗主一言九鼎。只是你莫要因为一时意气用事，拿自己一辈子的前途开玩笑。你若不拜长渊，这殿内你想拜何人为师？除了我，这大殿内谁还能教得了他？谁又有这个胆子收他？我倒要看看他能选出个什么花样来。弟子欲拜青竹峰沈怀卓长老为师。沈怀卓拒绝了长渊剑尊，选了这么个空有辈分、整日吊儿郎当的隐形人，这丫头绝对是受刺激疯了。你当真想好了？沈长老轻易脱产，超然物外，弟子敬仰已久，心向往之，唯愿拜入他座下修行。既然你心意已决，那便上前叩见你的新师尊吧。多谢宗主成全。弟子玉兰清叩见师尊。虽说本座辈分高，你换声师叔祖便是，行这么大礼做什么？弟子玉兰清拜见师尊。我？你要拜我为师？是，弟子唯愿拜您为师。前世唯有他看破那对狗男女的真面目，出言护我。宗主，我这人散漫惯了，兰清资质如此逆天，不如还是让给其他长。禀师尊，弟子已熟记藏书阁、炼气境、筑基境所有心法与剑诀，白日问剑阁修剑，夜间静屋修心，各不低于3个时辰，修行全凭自觉，绝无需师尊费心指点。兰清啊，沈长老虽然辈分高，但实力着实一般呐，要不你再考虑考虑。居阳长老，晚辈心意已决。那个，我青竹峰奇花异草繁多，有些花草毒性猛烈，万一你不小心伤了自己，或者伤了我的宝贝花草。回师尊，弟子拜入宗山前，出身于百草城药田，于照顾培育灵花灵草有着极其丰富的经验。有弟子在，包管青竹峰药田年年丰收。这可是多个人在峰上，到底是多张嘴，各种生活琐事极其麻烦。师尊明鉴，弟子曾在凌霄峰协同管事，处理了整整5年的峰内上下一切杂物，大招物资调配，小至灵膳烹饪，全能包办。只要有弟子在，师尊只需每日安心睡觉，绝不会有任何一丝一毫的烦心事惊扰到你。哎呦，好徒儿，快快起来，这青玉石板多凉啊，别冻坏了膝盖。宗主，这徒弟我青竹峰要，谁也别想跟我抢。这女弟子资质实在平庸，登天梯走得如此艰难，恐怕连外门都难进。是啊，比起当年兰青丫头一炷香登顶的经验，这届确实差了些恭候。哼，哪怕天赋再好，若是选错了师尊引路，将来也注定泯然众人，简直不知所谓。哪来的苍蝇嗡嗡叫，吵得人连觉都睡不好。小兰青，你听见了吗？回师尊，弟子只听见登天梯上有人摔倒的声音。罢了，将他遣送下山吧。且慢！多谢仙尊救命之恩，服药实在没用。既然他去除已定，剩下的考核便免了。从今日起，季扶摇就是本尊座下亲传弟子。长渊，这女子连登天梯都没走完，按规矩，本尊的规矩就是规矩。仓还剑尊留下的祖师剑符，这可是能抵御元婴期全力一击的至宝啊！拿着吧，这是师祖亲手刻画的剑符，
普天之下也找不出几枚。多谢师尊，师尊对扶摇太好了，不像某些人，连个像样的见面礼都没有。前世我先入门，他什么也没给过我，如今为了捧气扶摇，竟连祖师剑符都拿出来了，这偏心偏的真是明目张胆。岂有此理！本尊的徒弟哪有羡慕旁人的道理？乖徒儿，常渊送的剑符是你师祖画的，他老人家的剑符传世不多，不过为师那破屋里还留了一大筐，等回了青竹峰，为师拿给你当爆竹听。一大筐？还有你现在坐着的那块白玉坐垫，也是他老人家当年亲手打磨拼接，那里面封存的灵气比剑符强100倍。你等下收好，就当是见面礼了。这么贵重的东西，师尊您拿来垫屁股？不然呢？坐着软和。为师手里最不缺法宝，你眼皮子放高点，别什么垃圾都羡慕。多谢师尊，弟子绝不羡慕他人。常渊把苍环剑尊的一张符当宝贝，我新师尊却拿苍环剑尊亲手做的法宝垫屁股，这叫降维打击。等等，师尊的师傅是苍环剑尊，常渊的师祖也是，四舍五入，我与常渊同辈。季扶摇，你费尽心机抢了我的师尊，到头来你还得恭恭敬敬地喊我一声师叔。众弟子听令，此处乃我玄天剑宗剑鹰殿，供奉历代剑尊英魂。今日新入门且已定下师承的弟子，随本宗入殿参拜，叩谢前辈。你们几个可以入内了。师尊，我也能进去参拜吗？你5年前便已入门，算不得真正的新弟子。这机会应该让给你小师妹扶摇，你在殿外候着便是。慢着，宗主，按规矩，只有今日新入门的弟子方可入殿。玉兰清5年前便已在宗门名册之上，今日这参拜资格，她不配拥有。师尊，您别这么说玉师姐，就算师姐入门5年毫无见状，大不了扶摇把位置让给师姐就是了。胡闹！历代剑尊的赐福岂是儿戏，怎能让给资质平庸之人？常渊所言不虚，玉兰清毕竟不是新弟子，若让他进去，确实坏了规矩。慢着，规矩？什么狗屁规矩？我这徒儿今日刚刚拜入我青竹峰，行了拜师礼，怎么就不算新得师承的弟子了？沈怀卓，休要强词夺理。他入门5年是事实，那又如何？我师父苍环剑尊的灵牌就摆在那中间，我徒儿是他老人家嫡亲徒孙，于情于理，他今日都应入殿去拜一拜他亲师祖。怎么，常渊世侄，你是觉得你祖祖不配受我徒儿一拜，还是觉得你这个晚辈有资格拦着长辈尽孝？沈怀卓，你休要拿师祖压我！哎呀，两位消消气，沈长老言之有理，蓝青丫头确实是今日新拜师，多一个人申拜也是好事，免得伤了和气。蓝青丫头，你也上前来，随他们一同入殿吧。前世我像一只雨中行走的流浪猫，任人驱赶。今生，我终于有了可以为我遮风挡雨的依靠。师尊他甚至不需要我去争取，便将一切捧到了我面前。弟子遵命，多谢师尊。去吧，进去后记得挑个好位置跪，别让祖师爷瞎了眼看不到你。对，叩首，拜见诸位先辈。怎么回事？常渊师尊明明说过，只要我诚心参拜，祖师必定会降下赐福，为什么没反应？苍环剑尊的灵牌被引动了，是苍环剑尊。是我，玉师姐，你看到了吗？祖师爷选中了我，我才是真正的天命之女。恭喜常渊剑尊啊！季扶摇虽资质稍逊，但能引动200年来从未有过反应的剑尊赐福，将来必定有大造化。就是有常渊剑尊这等名师指点，他绝不会比某些起点高却选了个只会睡觉的废柴当师分的人差，真是明珠暗投。他们说我资质平平便罢，可他们竟敢辱我师尊。常渊那个道貌岸然的伪军人，为了一个绿茶夺我剑骨，毁我一生。就凭常渊也配和我师尊相提并论？就凭季扶摇引动的一丝微光，也敢在我面前叫嚣天命？既然诸位前辈有灵，那便睁眼看清楚，谁才是玄天剑宗真正的剑道天才！快看，那是什么？不，我的赐福，这不可能！
不愧是我沈怀真的徒儿，看来满宗前辈都很欢迎我徒儿拜入玄天剑宗。作为各位前辈的嫡传后人，诸位是不是也应当代宗师们表示表示？我这徒儿过去在宗门里没过上什么好日子，只要诸位送得出手，我徒儿不挑。沈长老说笑了，这是培元丹。沈长老，你要是不耐烦带徒弟，可以将徒弟送来本座的灵峰，莫要耽误了他。宗主这是哪里话？徒儿，先辈已拜见完，长老们的见面礼，为师也替你收完了，这便随为师回咱们青竹峰吧。这般资质卓绝的弟子拜到沈长老门下，也不知究竟是好是坏，那还用说？当然好不了，真是可惜了那么好的天赋。季师侄能得苍环剑尊赐福，也是了不得的本事。几十年后，我们玄天剑尊说不定又能添上2位剑尊。刚刚那道微弱的光芒，一碰到玉兰青的剑光就被压灭了。该死，风头全被他抢光。师尊，这一整座灵脉都是我们的。你看那西边的2层小楼都是新的，现在灵脉上没人住过，你挑一间看着最顺眼的住就行。师尊，弟子就选那座小竹楼吧。行。这是3品金丝铃楠木做的桌子，这得多少灵石啊！缺什么再与为师说，为师先去补个觉。师尊，您豪的简直令人发指。你资质尚可，但心性不纯，难成大器。这些杂事都由你处理，也是磨练你。师姐，对不起，我不是故意抢你功劳。扶摇是你师妹，你要爱护，为何她需要丹药，你却吝啬不给？不，错的从来就不是我，而是不断压榨我，来为季扶摇堆砌修为，打造好名声的长渊。这一世，我有了师尊，师尊待我如珍宝，我绝不能辜负他的期望。唯有戒骄戒躁，勤勉修行，才能对得起师尊的良苦用心。也唯有实力足够强，才能护得住身怀众多宝物的师尊。哎呀，睡得真香。对了，好像忘了把出入青竹峰的令牌给小徒弟了。嚯，10个时辰了，小徒弟竟然还在小楼里闭关打坐。我沈怀镇竟然收了个如此勤奋的徒弟。徒弟如此自觉，用不上我这当师傅的督促了。这师傅当的真是惬意啊！100块极品灵石先拿去当零花钱，一打高阶剑符防身，再来1瓶上品固金丹当糖豆吃。这南市储物袋有点丑，配不上我徒弟。过2日趁圣宝楼进新货，再去挑个好的。我沈怀真什么都缺，就是没缺过灵石，徒弟必须用最好的。看到了吗？这可是中品法器。玉兰青那个扫把星总算走了，他留下的东西自然就是无主之物，归我了。张师兄运气真好，白捡一把法器。什么白捡？他当初住在这儿，吃我的用我的，一把破剑就当是还债了。是吗？我怎么不记得？我欠过你什么？玉师姐，玉师姐，你怎么回来了？我的东西，你说我为什么回来？这把赤铜剑是我2个月前用宗门任务奖励的贡献点兑换的，登记在册，有据可查。我何时说过要赠与你？我以为你不要了，就先帮你保管，不问自取是为偷。张茂全，我再问你，我房中那些打磨好的玉料，是不是也是你保管去了？过去5年，你隔3差5便来向我哭诉修行不易，丹药灵石，我哪次没有借你？我自问待你不薄，可你为何还要闯入我的住处，盗取法器，又当着大家的面污蔑我？这位师姐，昨日不是拜在青竹峰沈长老门下，怎么今日跑到凌霄峰来，为难我们凌霄峰的弟子？张师兄就算有错，也是我们凌霄峰内部的事。你如今已是青竹峰的人，这般咄咄逼人，传出去，岂不是说沈长老的弟子仗势欺人？仗势欺人？
我只是在取回我自己的东西。倒是你，身为长渊剑尊的亲传弟子，不问是非，只论亲疏，这传出去，又该说是谁的教导有方呢？还有，论辈分，你师尊长渊剑尊当唤我师尊沈怀专一声师叔，那么你也应当喊我一声师叔，而非师姐才对。我怎么？长渊剑尊没有教过你宗门礼数吗？师叔，既然这里有封主的亲传弟子盯着，想必也不会有人销毁证据。宗门执法堂的人马上就到。盗窃同门财物且污蔑清誉，证据确凿，现判废去你部分修为，往西山服役100年，你可有异议？弟子的认罪。玉师妹，过去是我失察，让你在凌霄峰受了诸多委屈，我代执法堂向你致歉。温师兄秉公处理，何错之有？是非曲直，我心中有数。听说了吗？长渊剑尊原本内定的弟子，居然被青竹峰那位给截胡了。截胡？不过是捡了个没人要的。那沈怀族终日游手好闲，修为停滞不前，不过是仗着自己辈分高罢。董师兄慎言，他毕竟是苍环剑尊的亲传弟子。哼，要不是靠着苍环剑尊留下的那些法宝，他算个什么东西？还敢跟长渊剑尊抢夺？凭他也配？背后妄议尊长，该当何罪？我说的不过是事实。玉兰青，你拜入他门下，倒也般配。住手！玉兰青，你可是在执法堂前公然伤人，是何罪名？如我师尊者，我必百倍奉还。触犯门规，我一人承担。哼，玉兰青，你在执法堂前公然重伤同门，可知罪？弟子知罪，有何惩罚，我一力承担。但我不认错，他如我师尊在先，身为弟子，绝不能听之任之，令师尊蒙羞。你大可上报执法堂，何必动手将自己置于险地？师尊不在意宵小非议，但我不能。今日我若退让，人人皆知妄议我师尊不用付出任何代价，青竹峰与师尊颜面何在？好一个伶牙俐齿！看来不给你点教训，你是不知道门规森严。来人，上打神鞭，罚9鞭，看你还敢不敢嘴硬！多谢长师责罚。你何苦如此？温师兄，劳烦你送我下山一趟。这傻徒弟怎么还不来请安？为师昨日没陪他练剑，气性还挺大。长渊收徒大典，哼，师叔都还没办，做师侄的倒先办，这怎么像话？好得很，执法堂，长渊。掌柜的，这些东西你看能值多少灵石？这些可都是好东西，尤其是这瓶凝神丹，正是你筑基期稳固修为所需。小友，你这是遇到什么难处了？我想定做一条玉带，要用最好的天蚕丝和暖玉，还想请大师在上面刻上聚灵和静心的阵法。你糊涂啊！咱们做女修的，得先学会对自己好。看你脸色这么差，定是受了伤，不给自己买点丹药补补，反而为个男人尽尽所有，不值得。不，仙子误会了，这不是送给道侣的，这是送给师尊的拜师礼。是哪一峰的弟子？玄天剑宗我认识不少人，还从未见过你这般尊师重道的。弟子乃青竹峰座下。长渊，他不配，唯有师尊才配得上这份心意。难道水潭下另有乾坤？多谢仙子，3日后我再来取。这傻徒弟
受了那么重的伤，不去疗伤，跑来访视做什么？竟是身上的丹药用完了。该死，我竟连这些都未曾想到，我算什么师尊？师尊，您怎么在这？为师出来散心，你呢？师尊，弟子去访视为您定做了这个，是送您的拜师礼，请您务必收下。这是生骨丹，这是续脉膏，这是还魂丹。傻徒弟，以后没钱了就跟为师说，何苦自己硬扛跑去访视，把疗伤的丹药都当了。下次再有这种不开眼的惹你，你记下他的名字长相，回来告诉为师。君子报仇，10年不晚。咱们得学会从背后下手，懂吗？硬碰硬是下策。为师护短是天经地义的事，你只管惹祸，为师负责给你撑腰。弟子明白了，师尊，您先看看弟子送您的礼物吧。不错，徒儿有心了。师尊，这块玉石是弟子年幼时在宗门北边荒山的一处水潭中捡到的。弟子怀疑那水潭之下另有乾坤，那水潭灵气异常，离宗门不远，您就当遛个弯去上一趟。什么遛弯？这叫寻宝。走，徒儿，为师这就带你这个小福星一起去。是，师尊。徒儿，且待为师换一身衣裳，再陪你去探险夺宝。师尊，就是这里。我上次修为太低，只能在潭底捡到玉石，却找不到真正的入口。雕虫小技也敢在外师面前班门弄斧？乖徒儿，入口开了，随为师入内一探究竟。竟然内有乾坤，避开了所有的水流，这等开辟洞府的仙家手段，真是令人叹为观止。走吧，去深处看看那作画的老妖怪究竟留下了什么好东西。好恐怖的威压，这就是大妖的残留力量吗？徒儿小心点。整整5天了，不仅硬扛下分身遗骨的威压，竟然还借此直接进入了可遇不可求的顿悟状态。5日内连破境界，领悟3道剑意，我这随便捡来的小徒弟，简直是个不折不扣的绝世妖孽啊！这天赋，长渊那替身徒弟拿什么比？多谢师尊，这5日为提子护法。正是时候，走吧，徒儿。长渊那老东西大张旗鼓的收徒大典，马上就要开始了，咱们青竹峰也是时候下山去砸个场子了。诸位道友远道而来，令我玄天宗门蓬荜生辉呀！时辰差不多了，诸位里面请吧。这是何等异象？莫非是有灵宝仙府出世？看方向就在不远。云海道友，这可是发生在你们玄天剑宗的地界啊！是啊，如此机缘，云海宗主不妨带我们一同过去看看。哟，怎么这么多人围在这儿？方才的意象是，让诸位见笑了。区区小场面，不值一提。诸位瞧，这是小徒弟送我的拜师礼。玉石就在一处小水潭里发现的，我们下水一探，底下竟是大妖洞府。这不，刚从洞府里顿悟出来，收获颇丰啊！这师徒俩运气也太好了吧！沈长老得了个好弟子，瞧给你显摆。原来是沈道友师徒的机缘，恭喜恭喜啊！想不到沈道友弟子竟有如此福缘。沈师叔，既然机缘已了，那我们还是……不急，正好诸位都在，今日又是长渊师侄的收徒大典，双喜临门，诸位不如坐我的飞舟去，也省些力气。来，
诸位道友，坐我这船，一同前往主峰，也沾沾诸位的仙气。那就是季师妹吗？真是好福气，能被长渊剑尊收为唯一的亲传弟子。是啊，听说他资质平平，但剑尊对他却爱护有加，真是羡煞旁人。唯一的弟子，玉兰青，就算你拜了师又如何？我的师尊才是东周第一剑秀。像，真的太像了，那眉眼像极了当年的月华师妹。吉时已到，有请长渊剑尊与新弟子季扶摇登台，行拜师之礼。沈师叔，你这是何意？长渊师侄，你看，我师尊，也就是你师祖苍魂剑尊的灵牌，还在这儿供着呢。我前些日子收了徒儿，一直没办拜师礼。今日天时地利人和，正是我徒儿正式拜师的黄道吉日啊！徒儿还愣着干嘛？快上来！好徒儿，跪下！今日当着天地、祖师和天下同道的面，你我师徒正式定下。一叩天地，感念生养之恩；二叩祖师，祈万宗门永昌；三叩师尊，谨记教诲之道。弟子玉兰青叩见师尊。好，好徒儿，起来吧。从今往后，有为师在，这天底下便无人再能欺你辱你。徒弟，你乃精系天灵根资质，此乃五行道果中的精灵道果，天下至宝。服下此果，日后修行必事半功倍。这天下没有谁比你更适合他。蓝青丫头，这是宗门祖师爷的万剑归宗手稿，蕴含无上剑意，你天资卓绝，收好了，将来秉承祖师爷的意志。弟子多谢宗主。好孩子，这是我早年得到的寒星帖，乃打造本命利剑的绝佳灵材，你先收着，日后定能派上用场。寒星帖正是我前世梦寐以求之物，多谢奎因宗主。哈哈哈哈！老夫也来贺喜，这是一瓶紫金破障丹，可在你冲击金丹时助你一臂之力。这是护身玉佩，可抵元婴期修士全力一击。孩子，好好修炼。凭什么？凭什么？他不过是一个没落山峰的弟子，这些宝贝，这些瞩目，本该都是属于我的。玉兰青，你给我等着！今日你夺走我的一切，来日我定要你千百倍的还回来。师尊，这也太多了。傻徒弟，这都是你该得的，拿着，这才是拜师里该有的排场。你看，你师尊我一出马，比那小家子气的收徒礼强多了吧？放心，你喜欢的，以后为师都会给你。师尊，我没有羡慕，能做师尊的弟子已然知足，多谢师尊。感谢各位道友的厚爱。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长渊剑尊的收徒。徒儿走了。师尊去哪儿？大典还没结束。再不走等什么？等咱们送礼吗？你师尊我可不想给他送礼。师尊，我们这样是不是不太好？有什么不好的？我瞧那女弟子，看你的眼神都快盯出火星子了，不是个清正的。长渊收徒的眼光比为师差得远也。蓝青，你要记住，你是为师唯一的徒弟，为师的偏爱只会给你一人，别的人与事都与我们无关。他们高不高兴，为师不在乎。是，弟子记住了。好了，闲话少说，今日之事必然会让长渊和那季飞瑶对你心生怨恨，你必须尽快提升实力。来，咱们趁热打铁，现在就将那五行道果服用炼化了。现在？就是现在。此等天才地宝，
灵气每一分每一秒都在逸散，越早炼化效果越好。你放心，为师亲自为你护法。沈师叔，这么晚来打扰，实属无奈。长渊师弟也是为了弟子心切，还请您多担待。长渊剑尊愿以一枚千年造化果换取您赠予玉兰青的那枚五行道果。造化果药性虽霸道，但论价值，只高不低。不换。沈师叔，这不仅是长渊剑尊的意思，也是宗门几位长老共同商议的结果。季扶摇乃是变异冰灵根，若有五行道果中的水行之力相助，未来成就不可限量，于宗门也是大有裨益。哦，为了宗门，我徒弟明明可以舒舒服服的炼化灵骨，锻造无垢金灵道体，凭什么要去吃那造化果的苦头？就为了给你的宝贝徒弟铺路？长渊，我一直很好奇，你究竟是在培养弟子，还是在复刻某个人？可惜啊，不是什么东西都能随随便便替代的。师叔，有话好说，何必如此？行了，都回吧。别说我不换，就算我想换，现在也晚了。师叔此话何意？我那徒儿勤奋得很，拿到道宝的当天就已经闭关炼化了。现在嘛，估计都快吸收完了。你们与其在我这儿浪费时间，不如回去好好教教你那徒弟，别总想着抢别人的东西。师尊定是为了护住我的五行道果，才与长渊剑尊他们对峙，耗费了心神。他总是这样，把什么都自己扛着。徒儿，你出关了，不错不错，修为精进神速。师尊，您的身体可是有恙，为何总是如此嗜睡？为师能有什么事？不过是觉得天气甚好，适合睡觉。人生得意须尽欢，该睡觉时就睡觉。徒儿认为为师说的可对，你修行进展快是好事，不过也不必太过勤勉，功拉得太满是会断的，要懂得张弛有度。若是修行累了，学为师一样悠闲度日也可，天塌下来有为师替你扛着。弟子明白了，师尊总是这样云淡风轻，可他越是如此，我便越要努力。前世我无人可依，这一世我想成为师尊新的依靠。这就是青竹峰那位，听说靠着沈师叔祖的丹药，修为才突飞猛进的。是啊，都连胜9天了，今天是最后一场，也不知是真有本事，还是运气好。比试开始。玉兰青上，获得进入玄通山秘境资格。哇，真是太强了！玉师妹，你莫不是打娘胎里就开始练剑？师兄我比你多练10年，招式都没你使得利落。玄通山，天灵珠，上一世我错过的机遇，这一世无论如何，我都要亲手拿回来。玉兰青连胜10日无败绩，你的名字已录入前20，2日后来取玄通山大秘境的令牌。回去提早做准备吧。多谢真人提点。师尊，我只差1点就能拿到大秘境名额，您为何将唯一的名额给了刚入门的季师妹？她才练气期。是你自己大意疏忽，错失机缘，如今不知反省，反倒来质问本座。本座对你寄予厚望，你太让本座失望了。去他的寄予厚望，不过是用来打压我的鬼话。这一世属于我的机缘，谁也别想抢走。
师尊，弟子拿到了进入玄通山大秘境的资格。玄通山秘境哪个来着？师尊难道忘了？弟子这10日每日请安时，都向您禀报了擂台比试的战况啊。我还以为他每日跟人比试是单纯打架打上了瘾，毕竟我年轻时也爱到处找人干架。为师自然记得。何时动身？4日之后。好，到时为师亲自为你送行，记得多带点零食，穷家富路。为师先补个回笼觉。弟子多谢师尊。季师姐，您这件流云羽衣真是太漂亮了，听说能抵挡筑基后期修士的全力一击呢。这是师尊怕我在秘境里遇到危险，特意为我求来。我还以为大家的师尊都是这样子。徒儿，放轻松，这次行动的第一要务是保全自身。放心吧，师尊，徒儿记住了。这是储物戒，里面的空间比你那个布袋大得多。为师在里面给你备了些丹药、符篆和几件换衣衣物，穷家富路，别委屈了自己。多谢师尊。玉师妹，你师尊对你可真好，不像有些人生怕别人不知道他师尊送了宝贝。去吧，万事小心。若有人欺负你，不必客气，打残了算为师的。听说差一点，玉师妹就要成了我们的小师叔呢。玉师叔，先前在执法堂是扶摇不懂事，冲撞了师叔，扶摇知错了，还请师叔原谅。既是直话说完了，就请回吧。师叔还要抓着此事不放吗？若是师叔对我有气，直接骂我便是，何必又要迁怒到我师尊头上？我何时迁怒过令师尊？又是为了何事？季时大可以把话讲明白些，免得平白叫人误会。前几日，我师尊特意带了灵果去寻师叔，想交换一颗同等价值的灵果，师叔却因与我之间的摩擦，刻意晾着师尊，让师尊在众长老面前失了颜面。你说的可是师尊赠我的五行道果？不好意思，我确实不知道此事，因为拜师礼结束当天，我便闭关炼化了它。你口中的交换，无从谈起。再者，交易本就是你情我愿，怎么没换成就说我让令师尊失了颜面？长渊剑尊的颜面就这么不值钱吗？五行道果只有低阶修士可用，想必是长渊剑尊为你换的。如若你觉得换不到就是失了颜面，那这颜面也是你让你师尊失的。师叔，你怎么能这么说？玉师妹，长渊剑尊真的去找过你师尊？我不知道，您又一次默默为我挡下了风雨，我真的遇上了全天下最好的师尊。老伙计，要不是小徒弟带来龙涎石，我还不知你这一缕分身竟没能回去。能让我那小徒弟参悟几分剑意，你也算死得其所了。节哀啊，节哀，这样就不必担心有人打扰你本体了，后会无期。哎呦，金前辈，您今儿个怎么有空过来？快楼上请，我这就去换掌柜。带路。奇怪，金前辈身上的气息怎么和前段时日给那清贫小女修做玉带的人那么相似？难道是我眼花了？总算到了。咦，怎么就我们和苍安宗的人，天眼宗和无极殿的还没来？等着吧，这帮从南州、北州迁来的宗门谱儿大着呢。我3年前来那次，我们足足等了那2家1天。为何他们总会迟到？摆架子呗，他们觉得我们东周宗门是没落户，他们才是先到正统。听说这次为了多要20个名额，各自给了咱们宗门3座灵石矿呢。约好的初7这日，我们可没晚到，是你们到得早了。既然4宗已到齐，即刻开启秘境。筑基境弟子入秘境。这位道友请留步，在下天眼宗司徒淼，
关道友面相奇特，忍不住想为道友算上一卦。天眼宗的，别挡道，磨磨蹭蹭的做什么？有劳道友。道友此行恐有大凶之兆，卦象虽死气萦绕，却仍隐有一线生机。还望道友若遇困境，莫言放弃，砥砺坚持，必能化险为夷。死气萦绕，一线生机，这不说的正是我如今的境况吗？这位司徒道友竟有如此神通，多谢道友提醒，我记下了。怎么回事？我的神魂又被抽走了！看来九霄宗终究是没能逃过那一劫。你会出现在这儿，应该就是被这天灵珠中的引魂阵吸引过来的。引魂阵？不错，9000年前，一场不知源头的滔天业火从天而降，宗门上下无论修为高低，皆在瞬间化为飞灰。道玄老祖在宗门覆灭前，以通天修为将本命法宝天灵珠打入地脉，并布下这引魂大阵，希望能牵引回一些枉死弟子的魂魄，为宗门保留一丝复兴的希望。我只是这失炼道场的一缕残魂，没想到这一等就是9000年，等来的却是一个外人。可是前辈，晚辈肉身尚在，为何也会被吸引到此？没错，引魂阵只引死后魂魄，除非你的神魂沾染过极为浓郁的死气，并且又经历了某种异变，使得神魂强大到足以被大阵误判。但这怎么可能？生死轮回，天道法则，岂是儿戏？死气异变，他说的就是我的重生。我是死过一次的人，这引魂阵敏锐地捕捉到了我神魂最深处的死亡烙印，将我误认为死而复生的九霄宗弟子。前辈，无论如何，晚辈必须尽快离开此地，回到肉身之中，还请前辈指点迷津。是儿，这引魂阵乃道玄老祖毕生心血所化，进来容易，出去难于登天啊！这里的一切都是为了留住魂魄，而非送出。你怕是出不去了。我不能死在这里，必须出去。若遇困境，莫言放弃，砥砺坚持，必能化险为夷。师尊，不好，小徒弟出事了。徒儿，打起精神，为师在这里，一定要坚持住，为师这便赶到。了不起的意志力，了不起的师徒情深。小友，你的执着唤醒了老朽这缕残魂。前辈是何人？吾乃九霄宗道玄，此地乃我宗门至宝天灵珠。小友，你若想出去，须有内印，老朽可送你出去。不过，可否请小友答应老朽一个不情之请啊？我九霄宗万年前惨遭天火灭门，真相尘封。若你出去，可否带老朽查明我宗覆灭的真相啊？作为回报，这天灵珠与承载秘境的罗盘便赠予你了。晚辈答应你。季师妹，我们陪你耽搁了整整3日，你要找的绝佳修炼之地到底在哪儿？师兄别急，马上就到了。那是季扶摇想得机缘，做梦。季扶摇，浪费我们3日时间，还废了被动防御法器，这笔账你必须赔！误会，这位师妹，我见你晕在这里，丹药就落在一旁，想帮你喂进去。别白费力气了，这些灵矿都是幻象，带不出秘籍。幻象？怎么可能？你看这灵气多纯粹啊！原来都是假的。多谢道友提醒，在下无极殿凌寻风，敢问道友名号？玄天剑宗玉兰清，举手之劳。
师尊，这身体太不中用了，区区天灵珠也被困住我的徒弟。乖徒儿，为师这就赶到，你可一定要坚持住。脱困了，不愧是我的小徒弟。来都来了，干脆就去玄通山，等小徒弟一起回家好了。筑基8层，多谢师尊。师妹，总算见着你了，多亏你提醒，这1个月我顺利突破到了筑基8层。我欲做东设宴，好好感谢师。你竟然筑基8层了！进入秘境时，他才只是筑基中期啊，短短1个月，竟与我这3年前就迈入筑基后期的人平起平坐了。恭贺道友修为精进，以道友这等绝佳天赋，日后结丹凝英指日可待。这次秘境来得太值了，我突破到筑基8层了，抵得上在宗门苦修2、3年，还算没给你师尊丢人。冯师姐、裘师兄不错，修为进境神速，气息也很扎实。玉道友，别来无恙。道友此劫虽过，但死劫未尽，日后还需多加小心。真是天纵奇才，这才刚入宗门多久，修为就已是炼气中期巅峰，实乃我辈楷模。有长渊剑尊的教导，季师妹未来不可限量。陈东师弟和南宫师弟人呢？怎么没见他们从秘境里出来？秘境一旦关闭，所有活人都会被传送出来，这么多次无一例外。这人，难道他们死在里面了？陈东可是洛无说长老的亲传弟子啊！你们在秘境里有谁见过陈师弟和南宫师弟？你们说的那2人，是不是一个长相刻薄，另一个胖得像金元宝？对，就是他们。你在哪儿见到的？刚进秘境那天，我观他们面相有血光之灾，还劝过他们别瞎跑。但他们根本不听我的。还有谁见过他们？我后来也遇到过他们一幕，当时他们好像是与玄天剑宗那位道友结伴同行。你这话什么意思？含沙射影说我们季师妹害人，季师妹是剑尊亲传，身上法宝无数，岂会贪图那2人的东西？吴师姐，你别这么说，大家也是关心2位道友的安危。我们确实在秘境初期结伴同行了一段，但后来没找到合适的修炼地，2位师兄便与我们分开了。那你刚才为什么装聋作哑？非要别人指认，你才肯承认？这位师兄，你怎能这般污蔑我？好了，休要再争。岑同乃我宗洛无香长老之徒，此事必须查明。洛长老马上就到，人命关天。我宗弟子自然配合。玉师叔，你这般看我做事，别人冤枉我也就罢了，难道师叔你也觉得我会害人不成？既然你是冤枉的，便不必巨人询问，更不必巨人多看你几眼。除非你自己心里有鬼。于师叔，你不必害怕，等洛长老来了，你如实回答便是。有宗门在，没人能为难你。弟子明白。灵力如电，实质的剑法，锐气滔天。身为化身，是化神境大能降临了。何人胆敢谋害本座弟子？师尊，您来得太快，现在还未查清岑师弟究竟因何失踪。查到哪儿了？本座亲自来查。回长老，最后见过岑同的是玄天剑宗的那几名弟子。这股力量是……玉道友，家师平时不是这般不讲理之人。岑师弟除了是师尊弟子，还是师尊心上人的遗孤，事出有因，还望见谅。刚才波及我的威压，是他化解的。不对，他不过是个弟子，怎么可能化神之位？玉师妹，多谢救命之恩。晚辈方才有解释过了，我们寻找修炼之地无果后便分开行动。晚辈知晓前辈痛失爱徒，可这不是前辈咄咄逼人、无辜惩处我剑宗弟子的理由。伶牙俐齿，满口胡言。说，你最后一次见他究竟是什么时候？你若不说，
本座便亲自搜魂来看。季扶摇乃我剑宗长渊剑尊之亲传弟子，其中许有误会，还请长老给他个解释的机会。长渊剑尊已在赶来的路上了。哼！你们玄天剑宗好大的威风，竟拿长渊剑尊威胁本座，真当本座怕他不成？是剑尊，一定是长渊剑尊来了。师尊为了我，居然这么快就赶来了，我就知道他心里只有我一个人。沈长老，怎么会是玉兰卿的师尊？我的师尊呢？为什么来的不是长渊剑尊？完了！沈长老平时只知道偷懒享乐，全靠辈分高混日子，对上这杀神一般的洛无香，能行吗？我早该想到了，刚才暗中替我卸去威压的根本不是凌云峰，而是我师尊。他在我神魂被困天灵珠时，就已从速赶来了。果然还是我家小徒弟最有眼光，这群没见识的家伙。道友请坐。这是什么意思？今日之事，我已了解了个大概，我也不劝道友消气，就是想请你坐下来，咱们讲讲这其中的道理。沈长老到底在干嘛？这都生死攸关了，他居然还有闲心坐下来聊天，万一激怒了对方，大家岂不是全要陪葬？你要说什么废话？大家都是当师分的，我非常理解你。令徒在秘境内失踪，你心急如焚是必然的，只是调查归调查，无论再如何心急，你也不能平白无故欺负别人的宝贝徒儿，你说是吧？这个是你的宝贝弟子？当然不是，我那徒弟天资卓越，年纪轻轻便已自有风骨，修行更是小有。够了！与本座弟子无关之人，本座本也无心刁难。哪个是你徒弟，你带走便是，少在这里吹嘘。喏，看到没？那边那个才是我的徒弟。原来是他，刚才敢在我眼皮子底下悄悄救人，倒是个有胆识的，比那个只会装可怜的强多了。行，本座卖玄天剑宗一个面子，吴干人等皆可退下。本座今天只审问他一人。沈长老，师叔祖，弟子师尊未到，您不能眼睁睁看着不管弟子啊！既然你口口声声说此事与你无关，那你现在该做的就是把你知道的全部交代清楚，莫要再谦和同门与师长。我们所有人滞留在此，都是依你一人，从始至终，我们没有人欠你的。我说的都是真的，分开后就再也没见过他们了。还在胡言？那便让本座搜魂来断真伪。庶子岂敢！长渊剑尊，你竟想包庇弟子！骆长老想要的无非是找寻弟子失踪之意，大可不必如此为难一个晚辈。难道你有什么别的办法自证清白？介意不说话。搜魂术开！如此，可证本座弟子清白。但10年后秘境再开，找到他们尸骨再说。我们走。只要有实力，就能随意扭转乾坤，随意决定别人的命运和生死。我还是太弱了。徒弟我自己带走，就不随你们一道回宗了。徒儿，吐纳呼吸，摒除杂念。你方才心绪不宁，神魂瞪荡，隐有受困于心魔之兆，这可不是个好现象。师尊，弟子知错，劳烦师尊千里迢迢赶来护我，还要费心照顾我的心绪，弟子今后定多加注意，绝不再犯今日之错。为师可没说你错了，七情六欲，人之常情，喜怒哀乐皆由心生，无需刻意压抑。但你需记住，不必因不相干之人影响自己的道心，
这世上唯有你自己最珍贵。唯有自己最珍贵。师尊以为我是看不惯长渊包庇季分瑶而心生不闷，其实我的心结，我要用手中的剑亲自斩断那对师徒，方能彻底解开。说到底，还是我不够强。也罢，为师传授你一段楞严咒，若是日后感到心神不宁，便可念诵此经，助你挣脱心魔桎梏。无事也可念一念。佛宗这些玩意儿，有时还是有点用处的。师尊竟还精通西周冷僻的佛法？略懂，略懂而已。以前听几个老秃子念了几百年，耳朵都听起茧子了。好了，徒儿，坐稳了，咱们这便启程回宗门。早知刚才师尊问我时，我就不该装大度留下来，我也该回凌霄峰的。心绪还是太乱，灵气运转窒息。对了，有师尊教我的经文。听说了吗？凌霄峰那位被搜魂的胡师姐运气简直太好了，可不是吗？竟然因祸得福，被长渊剑尊收为了记名弟子，还赏了一枚上品筑基丹。等伤养好，妥妥的内门弟子啊！早知道当初我就跟季师妹走一起了，被搜魂一次换个一飞冲天，值啊！不甘源自无能，在这个弱肉强食的修真界，弱者连推翻不公的资格都没有。我绝不能重蹈前世的覆辙。红莲剑阵里居然有人！听说当初连长渊剑尊都是在结丹后闯了1天1夜才破阵的。连我师尊都要那么久，里面到底是谁？玉兰青，你一个筑基，怎么可能破得了红莲剑阵？无聊。沈长老，你刚才说什么？你嫌你徒弟修炼太勤勉，想让他学点琴棋书画，少花点时间修炼。正是，我那徒弟不是在打坐，就是在闯剑阵，我都怕他练走火入魔。他不累，我看着都累了。沈长老，你大老远跑来找我，就是专门为了炫耀的吗？这有什么好炫耀的？你们又不是没有徒弟。我那逆徒要是能有玉兰青一半省心，我也不至于在这儿求情减免鞭刑。弟子勤勉是好事，但做师尊的莫要拖累进度。沈长老若不方便，本宗可安排他找其他长老请教。宗主提议不错，老夫可代劳。居阳长老，你望岩峰上100号人不够你教，偏打我徒儿主意。宗主，你就说这事儿能不能办吧？内门弟子本就有资格去授课堂领牌子，无需本宗插手。那你早说，害我浪费口舌。天赋出众的弟子摊上这么个不靠谱的师尊，我倒看蓝青丫头挺喜欢沈长老，前几天还在执法堂为他打人呢。越想越嫉妒。长渊曾说女子剑法缺少灵力，这方寒剑阵乃是剑道前辈以冰灵根布下，以柔克刚，威力惊人。长渊的话简直是放屁。谁能想到剑尊那样的人物，竟有耐心将剑招掰碎了教季师妹？季师妹好福气，将来成就定远在同门之上。前世他就是这般细致教他，可惜他永远超越不了他，而我早晚有一天会把他踩在脚下。徒儿，来青竹园一趟。师尊，别藏了，早就看见了。年纪轻轻落一身疤像什么样子？多谢师尊，弟子定按时涂抹。这是6义堂的令牌，
没事多去听听，学一学。去是肯定不去的，但令牌得供起来。为师近来得了些稀奇玩意儿，这些3品灵花需照料才能开花，石像需重新炼化，半山腰还有2只不听话的灵兽，为师实在没时间驯养啊。师尊喜静，这些小事弟子全包了。我得去六义堂学学御职、炼器和驯兽，绝不能把师尊交代的差事办砸。交给徒儿，我当然放心，随便弄弄便可。弟子知晓。这下小徒弟总算能从不停的修炼里拔出来了。听说沈长老给玉师姐要了六义堂牌子，让她去养花喂兽、打理灵方。真的假的？玉师姐天赋那么好，这不是误人子弟吗？御师叔的师尊竟然这般待他，可惜了，要是当初拜师长渊剑尊就好了，现在算是被耽误了。耽误的越久越好。真人，有一种夜间开花、花香清甜的紫花，该如何照料取粉？听描述是3品灵花夜含香，娇贵得很，需灵泉水浇灌，月圆夜子时开花。花粉无用，但其绽放时闻香可宁静心神，稳固神魂，极适合陷入瓶颈或受伤之人。原来师尊不是让我干杂活，是看我修炼太紧绷，特意寻来这等灵花帮我调整心境。师尊他太为我着想了。御师姐，我们走了，下一堂符箓课你一起了，我要留下来继续听。这醉仙居的酒，算小徒有孝心，没白费我一番折腾。师尊，今日夜含香开花，弟子向您展示近日所学。师尊，这火树银花符本来该是烟花的。无妨，画错几笔而已，威力不弱。你近日很勤勉。对了，徒儿，你不是还学了音律？弹一段让为师欣赏一下。是，师尊您瞧好了。这简直是魔音穿耳，神魂都被撕裂了。要是拿到战场上，绝对是大杀器。不错不错，此曲气势凛然，独具风格。谢师尊夸奖。徒儿，六艺虽有趣，陶冶情操即可，不必浪费太多时间。依为师看，你的长处还在剑上。弟子明白，师尊是为了帮我调整修行岔子。6个时辰连破3转，前世的瓶颈彻底松动了。前世被一剑穿心的恐惧，可恶！我竟然还会胆怯，太窝囊了。这女弟子气质坚韧，倒有几分像她。我倒要看看你这把骨头能硬到何时。玉师妹真是心高气傲，放着剑尊不拜，非要拜沈长老那个空有辈分的废物，纯属误人子弟。现在看到剑尊教导季师妹，怕是悔得肠子都青了吧？如我忍，如我师尊，找死！你要干什么？众目睽睽之下想犯门规吗？道歉，我师尊如何，轮不到你妄议。我说的是实话，你不就是嫉妒季师妹恼羞成怒？我再说一遍，为妄议我师尊道歉。我若不呢？那便上擂台，接受我的挑战，生死自负。玉师叔，你何必总是咄咄逼人？这位师兄不过说了几句实话，师叔就喊打喊杀，好生不讲道理。
关你何事？御师叔，此事因大家议论你我师尊而起，当然与我有关。关你何事？季师妹何须对他多言？他分明就是嫉妒师妹有剑尊指教，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罢了。够了！家师淡泊名利，不在乎旁人眼光，但我身为弟子，容不得有人这般污蔑师尊。师尊的指点都是因此而教，恰如其分，不然我也不能短短时间从筑基1层修炼到如今的筑基8层，还不是五行道果和玄通山秘境的功劳。这样靠外物堆积起来的修为，有什么好显摆的？你们若觉得我的修为纯靠外物堆砌不堪一击，大可以与我上擂台试试。五行道果是师尊赠予我的，我能有如今修为，正是师尊功劳。剩下的修行须得靠我自己努力，而非师尊推一下我动一下，一口口将饭喂到嘴边，那是养孩子，不是教徒弟。人人都说玉兰清天赋好，师尊千万不能生出爱才之心，我必须压过他。御师叔这般阴阳怪气，可是在说我师尊不好。师尊乃东周第一剑修，我能习得师尊一丝皮毛已是够用。御师叔既然如此自信，倒不如直接与我比比。季师妹莫要意气用事，玉兰清也有筑基后期修为。季师妹你才练习多久？这么比可不公平。3个月后就是仙门大比，不如我们打个赌，就赌我们谁在比试中拿到的名次高。若我的名次更高，这赌约便算我赢；反之，则是御师叔赢。你敢答应吗？有何不敢？这场赌我应下来。不过季师侄若输，我要季师侄与方才诋毁我师尊的所有人，当着全宗人的面为今日之事道歉。正巧剑尊今日在此，那便请剑尊为我们的赌庄做个见证。无论谁胜谁负，到时都不许抵赖。走过路过不要错过！仙门大比名次对决，炼气期对筑基期，长渊剑尊高徒对阵青竹峰弟子，赶紧下注嘞！我家季师妹有剑尊亲自指导，炼气期第一还不是手到擒来？就是，玉兰清才筑基多久？筑基期那是神仙打架，他拿什么争？我也压季师妹。全压玉兰清赢。好嘞！玉师妹，等一等！温师兄，这次的事你实在太欠考量。我听说了你与凌霄峰季师妹打赌的事，你知道这次仙门大比总共有多少宗门参加吗？此话怎讲？不光我们东周的宗门，还有近些年迁来东周的那些南北周大宗门。随着灵气凋零，外周大宗门来势汹汹。这次大比是要重新划分修行资源，为了不丢面子，宗主甚至暗示过几位筑基大圆满的弟子推迟闭关，专门参战。炼气境的比试不过是小打小闹，季师妹很容易拿到好名次，但筑基境可谓是龙潭虎穴。南州那些弟子起步就是筑基，实力堪比金丹的大有人在。玉师妹虽然天赋卓绝，但到底迈入筑基境时间短，想要在比试中拿到名次恐怕不易。不如早做考虑，去与季师妹商议，将那赌约取消了吧。多谢温师兄好意，但赌约绝无取消的可能。你这怎么就不听劝呢？长渊剑尊必定会给他准备无数底牌。他季扶摇有他的倚仗，我亦有我的底牌。这次的仙门大会远比想象的残酷，炼气境同样卧虎藏龙，长渊剑尊再能作弊，也保不住他高枕无忧。温师兄，咱们大比上见分晓。徒儿这是要去何处？师尊，弟子想去万剑峰，再参悟片刻宗门前辈留下的剑阵。你有胜负心，想赢就放手一搏，拼尽全力，别留遗憾。这袋子里的养神丹、灵气丹，你通通拿去，总共不过剩2、3个月的时间。
大不了不眠不休的提升自己。等大比结束，为师再带你好好松快松快。不过，倒也不必将输赢看得太重，大不了就是向凌霄峰那对师徒赔一句不是。你要是不想说，倒是为师教你如何赖账。您放心，弟子一定竭尽全力，不辜负您的期待。为师可没说要你一定赢。那您还在弟子身上压了1000上品灵石，这你都知道了？除了您，还有谁会这么大手笔？1000上品灵石，那可是足足10万普通灵石啊！那你也别太当回事，平白给自己压力。徒儿，你看，为师像差那1000灵子的人吗？这阵法果然是前世长渊剑尊播出下来送给季扶摇的那个，出自月华剑尊之手。抢夺阵眼，休想！此阵仅能将人困住1炷香之久。你于剑道时有些造诣，若想习剑，不必独闯剑阵，本座可以教你。剑尊想要收我为徒？你入本座门下，先前之事就此接过。今后你与扶摇便是同门师师妹，一同修行，当互相扶持。做梦！你说什么？这女弟子，她怎么敢？扶摇已是本座弟子，本座不可能为你将她逐出师门。剑尊怕是误会了，我拒绝您，并非因为季扶摇的缘故。我已有师尊，剑尊虽贵为东周第一剑修，但在我心中却比不得我的师尊。弟子断不会弃师尊而去，另拜他人为师。不知好歹！气跑了正好，这些阵势我统统挖走，绝不给你留半点帮季扶摇作弊的机会。扶摇见师尊一直未回，心下担忧，这才守在此处。下次不必再等为师。可我就是想等师尊。师尊今夜本来想为你参加大比，寻一件趁手的法器，不过计划有变，还要过些日子才行。多谢师尊，师尊准备的一定是最好的。徒弟争气，我给丹霞宗那1兜子灵石也没白花。拜对了师尊就是不一样，如今季师妹可算是泡在蜜罐里了。玉兰青这次恐怕要栽大跟头。季师妹有剑尊教导，她拿什么赢？我看她就是记恨剑尊收季师妹为徒，想引人注意罢了。你们怎么黑白不分？分明是那些人诋毁玉师姐的师尊在先。我押了10块银子赌玉师姐赢，那你的银子注定要打水料了。徒儿，先不急着修炼。怎么了，师尊？这是什么？你看看就知道了。这里面竟然记载了各大宗门最有望取的名次子详细底牌信息，连弱点都有。这世上能用灵石买到的情报都不叫情报。为师既然让你去打，怎么可能让你空着手去？这玉简记录的好生详尽，连望尘峰冯师姐的羽扇法器，
还有天眼宗司徒淼的葫芦瓢都写得一清二楚，可谓卧虎藏龙。全是筑基圆满的高手，唯独没有我的名字。难道在旁人眼中，我玉兰卿连入榜的资格都没有吗？这玉简是为师托人从养仙城暗室买的，估计数月前就制成了，上面连你的名字都没记上，定是制剑之人眼瞎。师尊误会了，徒儿只是觉得旁人都不看好我能在仙门大比取得名次。这叫什么话？为师可没教你妄自菲薄。徒儿的天赋与毅力，实乃为师平生己见。旁人不看好，那是他们没眼光，为师可是极看好你的。徒儿知晓了。旁人的眼光算什么？这世上于我而言，重要的仅有师尊与我自己。大比之上，我会用剑让他们记住我的名字。这些都是师尊送我的零嘴，我一个人吃不完，大家不必与我客气，快尝尝吧。多谢季师妹，还是季师妹平易近人，不像那个玉兰卿仗着灵根好，整天摆着张臭脸。就是，难怪剑尊只收了季师妹，他还敢大言不惭说剑尊教导不如沈长老。我看他就是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刻意针对季师妹。你们快别这么说了，玉叔叔他不是那种人。季师妹，他都逼着你当着全宗的面道歉了，你心太软，怎么还在为他说话？世人大多人云亦云，玉师妹资质出众，得天独厚。你们在这阴阳怪气，说她吃不到葡萄，焉知这话讽刺的不是你们自己这群废物？玉师姐在秘境救过我们的命，她分明古道热肠，岂容你们随意诋毁？冯师姐，他们也别只是无心之言。收起你那套，剑修的尊严在剑上，不在嘴皮子上。养仙城终于到了。前世我被当作替身困在凌霄峰，到死都没见过这东周第一大城。这一世，一切都不一样。我要在这通天柱下，堂堂正正杀出一条属于我自己的血路。这养仙城灵气充沛，却为何给是一种压抑之感？徒儿，你可知这养仙城为何叫养仙城？据传这里曾是上界仙人下凡的天谴之地，越是修为高强的大能，在这里受到的压制就越大。难怪东周各大宗门要把仙门大会定在此处，只有压制了高阶修士的战力，小辈们在大比中才最为公平安全。云海宗主，别来无恙啊！玉清子，莫要挡路！师尊，宗主似乎对玉虚门极为不满，连表面和气都不顾了。能不气吗？这次仙门大会引入南州、北州势力，就是玉虚门牵的头。他们坐在南海灵脉上富得流油，居然还把玄通山秘境的名额卖给无极殿。宗主背地里没少骂玉虚门是出卖东周利益的叛徒。不过嘛，大势所趋，骂归骂，玉虚门也不敢真跟咱们剑宗动手。这等高层秘境，师尊一天天在园子里睡觉，竟也知晓得如此详尽。你当为师这双眼睛是喘气用的？看着吧，最多2息，玉虚门这帮怂货就会让路。还是躺着舒坦。徒儿，为师要休息片刻，你自己出门逛逛吧。徒儿这就去。这养仙城因为天谴之故，很多绝世宝贝都会被遮蔽华光。为师有如今的丰厚身家，这养仙城至少占了3分功劳。你去坊市转转，说不定能淘到的好东西。原来师尊的财富不全是世传下的，师尊竟也是个捡漏高人。接着出去买东西别抠搜的，零食还够不够用？够了够了，徒儿用不上这么多，徒儿告退。那是经过特殊秘法后天纯炼的寒星铁。运道友，是你？司徒道友，幸会。不，玉道友，你有血光之灾。师姐，你上来就这么说，真的不怕被打吗？血光之灾，这段时间我天天在万剑峰里被剑气割得浑身是伤，流血断骨早就是家常便饭了。这算命还挺准。多谢司徒道友提醒。你是断胳膊断腿的大劫吗？
大比在即，我确实该多加小心，免得影响后续比赛。玉道友，你别不当回事，这可不是磕了碰了的小事。玉道友也要参加筑基境大比。玉简上不是说他最爱用一个能把金丹修士脑袋砸开花的葫芦勺吗？怎么没带在身上？真想领教一下，是他的葫芦勺硬，还是我的剑灵？我观玉道友虽有坎坷，却隐有名扬四海之相，大比定能大放异彩。我先祝你夺得好名次。借司徒道友吉言，大比擂台上见。我还要陪师妹办事，咱明日大比再见，告辞。师姐，你以后讲话含蓄点行不行？亏得玉道友脾气好，换个脾气暴的，咱们又要被套麻袋挨揍了。而且我是开了天眼的，我怎么什么血光之灾都没看出来？奇怪，这位玉道友面相奇特，我每次为他掐算，都能感受到推演天眼大道的气息。你天眼没看出来，着实古怪。算了，他有逢凶化吉的本事，不用我们瞎操心。前世我即将结丹时，为了打造本命灵剑，四处寻觅材料，意外得到过一块与这一模一样手法锤炼的寒星铁。只可惜当时那位锻造师已经陨落，这锤炼手法隐含肃杀之气，最合我的剑道。我储物界里还有一大块极品寒星铁，若是能找到锤炼这铁块的锻造师，我今生的本命令剑就有最完美的胚子了。这漏我捡定了。小友好眼力啊，还能认出是寒星铁，不简单。这寒星铁作价几何？若我想找锤炼它的锻造工，你可认得？这可是两码事儿。这块寒星铁1000灵石，1枚灵石。我说的是1000灵石。小友留步，小友，贤贵咱们可以商量，算你便宜点，500灵石怎么样？一块最下品且毫无美感的寒星铁，加一个锻造师消息，要1500灵石。老伯，你看我长得像冤大头吗？那寒星铁你先不看，关于锻造师，小友若是实在想知道，不妨看着给点儿。30，100灵石，我保你能见到他本人。50，成交。不瞒小友，锤炼这块寒星铁的人正是老夫。老夫乃万古宗锻造堂最后的传人，5年前中了火毒，再也拿不起锻造锤了。你这火毒可是需要上品灵草、冰青草来压制。正是，可惜老夫穷困潦倒，哪里买得起那等昂贵的灵草？这是冰青草。我用这株灵草换你在仙门大会期间为我锤炼一批灵矿，只要你发下新模式，灵草现在就是你的。老夫以心魔起誓，定全力为小友锤炼灵矿。若违此事，道心崩塌，天诛地灭。小友，这是万古宗弟子令，交易完成前先压在你这儿。哎呦，什么东西窜过去了？我的灵草！连我师尊给的资源都敢抢，找死！御师叔，快住手！长渊剑尊送给他的高阶灵器，落在他这个半吊子手里，连1成威力都发挥不出，真是浪费。我以炼气中期修为，竟然挡住了筑基后期的玉兰青。师尊给的灵气果然厉害，大比赌约我赢定了。御师叔，你平时在宗门里喊打喊杀也就罢了，出门在外怎能如此残忍？这狐狸明显是有主人的，你若随意将其打杀，惹怒大能，岂不是要挑起两宗争端？师叔不该伤他，而是应该帮他找主人才对。这姑娘虽然修为低，但说的在理啊。这3维火狐血脉不凡，背景肯定深厚。对啊，这师叔行事也太莽撞了，多亏这师侄拦着，才没酿成大祸。师侄说的极是，既然你这么深明大义，那这寻找灵兽主人的重任就交给你。
不过这畜生性子顽劣，师侄可千万看紧些，莫让他再伤了人。别伤人了，你乖一点，我帮你。小友，你那师侄怕是要发一笔横财哦。刚才那位满身贵气的小爷，可是北周灵溪宗太上老祖的孙子，又被东周玉虚门宗主收为关门弟子，论出身论师门，都是这东周拔尖的。他的灵兽伤人，怕不是得赔个180灵石。季扶摇能看上的，绝不仅仅是几十块灵石的赔偿。你在城中可有住处？待你服用完冰青草，便开始帮我锤炼灵矿。老夫有间小屋，仙门大会期间，小友可来找。若大会结束还没锤炼完，便随你回宗门。乖徒儿，起这么早啊？师尊，仙门大会今日开启，徒儿要将状态调整到最佳。走吧，去集合。云海这老小子，什么都好，就是做事忒磨磨唧唧。看来那满身贵气的男修，直接将火壶送给了季扶摇。堂堂化神境剑尊，居然为了弟子收别的男人的礼物而吃醋。起航！老夫策玉有幸主持本届仙门大会，规则如下：炼气、筑基、金丹3境比试，10日后各取前10，再决魁首。各境界前10名者可得中奖，而最终夺魁的3位则可进入仙府，自仙人遗物中任意带走一样。大会第1轮考验换阵开启。扶摇，这一剑该是这样。师尊，扶摇明白了。曾经我受困于此，常问为何命运不公。如今我知错不在我，而在那人的私心，这早已不再是我的心结。这是别人的因果，我懒得理会，但要欺负我的小徒弟，却是万万不行。换阵考验结束，恭喜诸位道友进入仙门大比斗法环节。好险，差点就陷在那仙曼幻境里出不来了。蓝青，你感觉如何？尚可。重活一世，区区心魔早已不是我的阻碍。师姐，不妙啊！怎么了？我观师姐今日隐有运势不佳、开局不利之兆，此战怕是凶多吉少。我天眼宗修的是天道演算，却不是宿命，胜负如何，还需手上见真章。久闻大名，在下天眼宗司徒道友，请。遇到有剑法卓绝，我自愧不如。这次输得心服口服。承让。那是石梦木，能侵入修士识海，制造幻境，极为难缠。冯师姐这回遇到硬茬了。那女修看着已经不行了，眼神都开始涣散了。灵溪宗的御兽术果然名不虚传，瞧着吧，这名女修马上就要败了。滚出我的脑子！冯师姐，你……冯师姐的剑是在死人堆里练出，国破家亡，亲族尽数被屠。她是从战场上一步步杀出来，才拜入的仙门，所以她的剑宁折不弯。在咱们同辈同门当中，我很少佩服谁，冯师姐算是一个，玉师妹你也是一个。你们的剑都有着不惜一切也要斩断前路的决心。师姐，好样的！裘师兄，你手怎么回事？你受伤了？我刚才的对手会木系术法，不小心让藤条缠了剑，被划伤了。裘师兄，看好了，师妹为你演示一番，对付木系术法当如何打？
看到了吗？我师兄的万木求杀阵，任你剑法再高，一旦被困住，也只有灵力耗尽的份儿。那个玄天剑宗的女修败局已定。我打不过你，可不意味着我师妹也打不过你师兄。不信，我们打个赌，就赌这袋上品灵石。木一宗这名弟子将宗门功法练得颇为纯熟，花里胡哨，中看不中用，我徒弟肯定赢。承让，承让。哎呀，我这小徒弟真是争气，一把普普通通的长剑就能打得对手落花流水。某些人啊，就算给徒弟塞再多法宝，恐怕也打不出这么漂亮的仗吧。这一剑为何与师妹的月华斩如此相像？不可能！师尊，扶摇赢了。比试完了，师尊是不是根本没有看扶摇方才的比试？你哭什么？哎呀呀，这怎么还哭上了？打赢了也哭，打输了也哭，水做的呀？谁欺负你了？人人都说玉师叔天赋好，剑法上的造诣也好，由他来当师尊的弟子，才不辱没师尊这一手好剑术。飞瑶本以为这只是旁人的看法，可刚才飞瑶比试回来，想向师尊报喜，师尊却只盯着下面筑基境的比武台看。师尊看的是玉师叔，他才是师尊心仪的弟子，飞瑶哪里配当师尊的徒弟？不要妄自菲薄，师尊想收的弟子，自始至终只有你一人。哎呀，我那小徒弟笑着，比试完了还不忘弄点上好的灵果回来孝敬我。这果子可真甜呐！火云，你别跑！畜生顽劣，不如杀了，用这狐皮练一条围脖。师尊手下留情，只是他修为比弟子高，无法缔结灵气，弟子怕看管不住，能否请师尊代为看管？何必如此麻烦？缔结灵气又有何难？师尊为你压制这畜生的修为即可。多谢师尊。真是怪哉，玉师姐的命数似乎被天机遮蔽了一般，我这天眼竟完全看不透。师妹，休得无礼。无妨，或许是我本就是无名之辈，命数平平，不值一算。自己都要输了，还有闲心在这里与人闲话。哼！季师妹，刀剑无眼，比试多加小心。祝你再夺一场，名次更进一步。多谢江师兄。这对手怎么这么磨蹭？我都站了半天了，还没过来，定要叫他好看。天眼宗窦云，还请道友指教。凌霄峰进绝，是。怎么可能？他怎么好像提前知道我的所有招式？道友，破绽在此，承让了。窦云道友，我知道你是玉师叔的好朋友，若是扶摇有哪里得罪了玉师叔，我向他道歉就是。何必在比武台上联手针对我呢？道友，大比关头，胜负乃兵家常事，你我各凭本事，何来针对一说？还望道友摒除杂念，莫要分心。师尊，弟子输了不要紧，只是方才与扶摇比斗的对手是玉师叔的好友。何至如此？或许是听说了玉师叔与扶摇的赌约，这才有意针对扶摇。弟子不怕输，只是怕给师尊和咱们凌霄峰丢人，更怕玉师叔他因我而误会了师尊。为师会让他给你一个交代。下一场，灵宝宗韩凤天对战玄天剑宗玉兰清。玉道友，我这法宝能引动劫雷，小心了。
我输了。玉道友剑法高超，在下佩服。此物能抵御雷击，算是我交个朋友。玉道友，决赛上可要为我们东周争光。初选最后一场，玄天剑宗玉兰青对玉虚门江玉燕。玉兰青，你的好运到头了。生息。任你有百般手段，今日也将止步于此。空间禁锢。玄天剑宗玉兰青虽败犹荣。伤得太重了，全身骨头断了10几处，五脏六腑皆有震伤。就算能接好，恐怕也会留下难以根治的隐患，影响日后修行。妙音宗素心求见沈怀卓道友，我来为他抚琴，换他心智，让他凭借自己心念调动药力，重塑断骨。此事成败，全看他自己的意志。心智之间，恐怖如斯。有此等毅力，必成大器。玉师妹太可惜了，就差这最后一步。若非遇到江玉燕，她本该稳进前10，只是伤得那般重，就算进了，也无法参加决赛了。她划出前10，为何我心里竟生出一丝遗憾？明日便是炼气境决赛，你且戒骄戒躁。弟子知晓，只要进了决赛，我就赢了赌约。等回宗门，定叫玉兰青颜面扫地。你这一场轮到玄天剑宗了吧？他重伤未愈，你这是不战而胜，白得积分啊！在下认输。此次仙门大会，南北两州来势汹汹，之后的决赛，不仅事关我东的荣耀，更事关整个东周的颜面。你们需倾力而为，不得懈怠。是宗主。都回去好生准备吧。师尊，先前我昏迷时在旁抚琴的，可是妙音宗那位素心前辈。不错。3万灵石，师尊为了给我疗伤，竟花了如此大一笔钱，怕是把积蓄都花光了。我定要夺得魁首，将仙府宝物献给师尊，为他分忧。徒儿，你想什么呢？素心仙子是主动前来，分文未取。师尊定是怕我心中有愧，才故意这么说的。他待我恩重如山，平日又如此铺张啊，不讲究排场，我绝不能让他勒紧裤腰带过日子。师尊，先前您给弟子的诸多宝贝，好些弟子暂且派不上用场，不如您先替弟子收着，等弟子需要时再取。无妨，给你的你拿着就是，暂时派不上用场，就等以后能派上用场再用。弟子一定拿到魁首，为您赚回一座灵石山。
炼气境决赛正式开始。可惜了，咱们望尘峰就没一个炼气境的进决赛。没事，等筑基境决赛，看玉师姐大展神锋。凌霄峰季扶摇胜。他的对手实力平平，赢得毫无悬念。扶摇轮空了，这运气可真好。徒儿，看见没？有时候运气也是实力的一部分。不过，当实力差距大到一定程度，再好的运气也是枉然。听闻洛师姐一手冰系术法出神入化，扶摇仰慕已久，今日能亲眼领略，实乃扶摇之荣幸。这位师妹不必多礼，开始吧。日夜，你找死！冰龙之怒！苍兰宗骆景熙胜，凌霄峰季扶摇，此战排名第3。师尊，徒儿日后铸造本命剑炼，恐怕要耗费不少灵石。徒儿，你该不会是怕为师没灵石了吧？放心大胆的修炼，钱财这些俗物，为师有的是。你只管把修为提上去，把看不顺眼的人都打趴下，为师就高兴了。是，师尊。玉师叔真是好兴致，不过炼气境魁首可不是玉师叔，我们的赌约看来要等筑基境决赛倒了。季师侄的伤势看来不重，还有力气说笑。既然如此，就好好养精蓄锐，准备履行赌约吧。我什么？当日赌约白纸黑字，长渊剑尊亲为见证。你若想耍赖，也要看玄天剑宗的脸答不答应。师尊，我们走，和无关紧要的人浪费口舌，不值得。徒儿，明日便是筑基境决赛，为师再送你一件护身之物。师尊，这砚台是？此物名为莲池砚台，是一件空间法宝，可容纳活物。你那位锻造师朋友之后若要随行，可让他待在里面。说起来，为师手上这块砚台，就是你师祖从万古宗遗迹里扒拉出来的。万古宗？一个曾以锻造闻名天下的宗门，可惜后来没落了。你那位朋友便是万古宗锻造堂最后的传人，一身手艺可不能浪费了。师尊不仅给我庇护，更在为我的未来铺路。怎么回事？怎么偏偏自己人抽到自己人？无妨，不管谁赢，都能保证我剑宗有一人能挺入前5。看看，这才是我们玄天剑宗亲传弟子的风采。冯师姐，玉妹妹，冯师姐该不是故意放水吧？不过是运气好罢了，有什么了不起？季师妹，不懂就别乱说，那是剑意，能在筑基境就凝聚出自己剑意的，是真正的剑道天才。整个东周近100年都没出过几个。冯师姐说的不冤。太好了，是江师兄，他身上那么多极品法宝，一定能替我好好教训玉兰青。我要让他知道什么叫人外有人。才过3日，你断了的骨头就养好了。我要是你，便直接认输，免得落下病根。
将来连剑都提不起来，白白浪费了那点可怜的天赋。倘若比的是狂妄自大，那我输得心服口服。道友如此自信，想必卸了身上的法宝，不带那只会抢东西的火狐也能赢吧？不如我们双方只带一件法器进行比斗，如何？伶牙俐齿，这是你自找的。等会儿我会让你知道，天赋在绝对的实力面前一文不值。还不开始，等什么呢？我徒弟都把火拱得这么热了，再不开打，火都要灭了。去，你的对手是我。畜生！这是狂澜曲，怎么被他用成了这样？我妙音宗的传世名曲啊！徒儿聪明啊，这魔音用的绝了。就是现在！玄天剑宗玉兰青上！我认输！别吹了，别吹了！筑基境魁首，玄天剑宗玉兰青。恭喜道友夺得筑基魁首！道友那首助战之曲威力十分了得。什么？夸的竟然不是我的剑法！长渊剑尊，既失职。按照赌约，仙门魁首已定，有些事是否也该了结了？御师叔，哼，这是上古镇玄天九所的镇河，催动之下可困杀元婴修士。你既为魁首，此物便赠你，当作与扶摇间的了结，如何？多谢长渊剑尊厚赐，徒儿为师尊赢了件有趣的玩意。不错的小玩具。宝物，我师尊收下，但这与赌约是两码事。季师侄，你该为当日辱我师尊之言向我师尊道歉。我都已经……唐渊师弟，愿赌服输。既然立下赌约，便该履行，这也是我玄天剑宗的门风。师叔，弟子当日言语无当，冒犯了您，还请师叔责罚。罢了，小孩子家的，本座还不至于与你计较。以后说话记得过脑子就行。师尊，今天做的不错，没失了威风。师尊的尊严不容任何践踏。那镇河虽是常人用来堵你嘴的，但确实是件好东西，你留着防身吧。徒儿已经孝敬师尊了，便是师尊的。你这丫头，不过也不能白拿你的东西。这是为师早年得到的一位上古剑仙的剑道感悟手札，里面有些剑招颇为有趣，你拿去参讲参讲，比那什么破阵河有用多了。多谢师尊。这次仙门大会
你一鸣惊人，很好。若无前辈当日出手相助，晚辈恐怕连决赛都进不去。此番特来拜谢前辈大恩，这是晚辈偶然得到的一株驻颜花，不成敬意。你有心了，你剑法精进如此迅速，想必比别人吃了很多的苦。你师尊待你如何？师尊待我恩重如山，那便好。这是养仙城拍卖会的请帖，5年一度，颇有些新奇玩意儿。你若有兴趣，便去看看吧。玉小友，救我！古葛前辈，你这是得罪了万宝阁管事，他们要废了我的手，我走投无路，只能来投奔小友。我愿卖身于你，余生专心为你锤炼灵矿，还请小友收留。伤势很重，但气息紊乱，经脉中还有一股诡异的火毒在流动。你伤得重，我先扶你进去。徒儿，为师不是教过你，我们青竹峰不收来路不明的垃圾吗？前辈，你身上的伤有3处是钝器所伤，5处是利器所伤，但发力点都一样，是你自己的左手。这苦肉计未免演得太假了些。你不是得罪了什么人，而是你锻造时引火毒入体，早已病入膏肓，压制不住了吧？这火毒再不根除，不出3月，你便会自内而外焚为灰烬。前辈慧眼如炬，求前辈救我一命。救你可以，我徒儿正好缺个打铁的。当然，你也可以不签，不过你这锻造手艺也就够我徒弟化神前用的。50年后，你还想不想留下，得看你自己的本事了。孤葛，拜见主人，拜见主上。仙府有灵，进入其中不必思考，只需心想最想要之物，仙府自会有回应。切记莫贪心，机缘只一次。去吧。我要变强，强到足以守护师尊，强到能将所有仇敌都踩在脚下。我要绝对的力量。糟糕，怎么是冲着主人的寝宫去的？这位小道友，你看上仙府里的什么？尽管说，丹房里的化神丹，药园里的仙灵参，你看上什么老朽，通通都送给你，只要你不选这口冰棺带走就行。侧玉前辈，你知道老朽的名字？晚辈方才有幸经历了江前辈的修行之路，见证了他渡劫飞升的一幕。晚辈心中所求是变强，此番收获良多，已是无上机缘，不敢再奢求其他。幸好，幸好你与我家主人有缘，老朽便做主多赠你几样东西。对外只说你得了这座地火丹丁，
此物曾在丹房展示，旁人不会起疑。一个奖励资格换了8样宝贝，赚大了！多谢前辈厚赐。玉仙子怎么选了个丹鼎啊？这东西又不能打架。就是，还不如选件神兵利器呢。仙府机缘已毕，诸位请回吧。既是徒儿孝敬，为师就笑纳了。咱们师徒俩平分，剩下的你收好。江前辈一生坎坷，却从未放弃剑道，最终成功渡劫飞升。只是那片火海极为恐怖，弟子的神魂只是看到，便有种被灼烧的刺痛感。师尊，您是不是早就知道了？哇，怎么会呢？没想到徒儿你竟在仙府中拥有这番奇遇，为师真是大开眼界。师尊，演得有点过了。为师是在想，你年纪轻轻就感到心痛，必是近日太过劳累所致。听闻5年一度的养仙城拍卖会上，有不少温婉新麦秆，你不是有素心仙子给的帖子吗？走，徒儿，为师带你进货去。这个幻炎砂也要拍2瓶，顾名思义，灭火用的。回头给你那个打铁的用，省他点力气。师尊考虑周全，把一个不知所谓之人当做他的替身，你这样可对得起他？扶摇并非不知所谓之人。江师兄，都怪我，若不是我，你也不会与玉师叔结怨。你的伤势如何了？我受伤是我技不如人，与季妹妹无关，你无需自责。什么人？扶摇，是谁伤了你？玉师叔，玉兰青，无人能在我面前伤我徒儿，找死！长渊残害同门，目无尊长，我在此便带已故的师尊与师兄教一教他。